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许Feng-Yi，我是一个舞者，我来自一个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，它叫台湾。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，我的心跳真的很快，我现在真的很想跳舞，如果可以不要说话的话。OK。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，这是我们的从小时候的全家福照。可是这不是所有的，就是真正的全家福，因为我有一个弟弟在晚了13年之后才到我们家报到，哎呀，所以我的爸爸、我的妈妈，都不是受过非常高等教育的父母亲。我的爸爸小学毕业，我的妈妈初中毕业，然后爸爸白手起家。很幸运了，到了我的年代的时候，我们家已经算是，衣食不缺，但是我们家就是，我必须说，我看过我爸爸和妈妈他们很年轻时候的照片，我爸爸很帅，我的妈妈也很美丽。可是我们家的小孩长出来之后都普普的。我应该是家中从小最没有让父母亲有所期待的，很诚实的告诉大家，我从小我的功课一直不好，但是我好像又是家里很认真、很努力的那个。可是我不懂为什么，我每天坐在书桌前面很长的时间，打开书本，可是后来我都发现是他在看我，不是我在看他。那我功课一直不好，所以我的家人就跟我说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功课再继续这样不好下去的话，我们宜兰有一个台塑工厂，将来你的前途就是去当女工，然后再嫁男工，然后再生小工。然后从小我就用一个很帅气的姿势在思考我的未来要做什么。我从小不敢有梦想，我觉得我不可以有梦想，我也不敢想，因为我功课不好，然后没有前途，没有未来。一直到我小4的时候，我碰到了舞蹈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很喜欢站在台上的感觉。我觉得当时的舞蹈是让我逃避现实最好的方式，因为我不想在台下过一个真实生活的许Feng-Yi，我想站在台上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，跳凤阳花鼓也好，跳放羊的孩子也好，我可以很努力的跳放羊的孩子，就这样跑啊跑啊跑，然后把嘴巴张得很大，然后假装感觉上我是在讲说狼来了，狼来了，我可以就在嘴巴很大的时候把蚊子吃进去。可是我很享受，因为那时候我可以当放羊的孩子，我不需要当许Feng-Yi。一直到了我上了艺术学院的时候，我遇到了 Russ Parks 老师。那 Russ Parks 老师是第一位，真的我觉得是改变了我生命，很重要的一位老师。这位老师在我上他的第1堂课的时候，他说这个学生很有潜力。我间接听到这句话，我真的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我觉得从来没有人对我有期待。那句非常有潜力，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希望。我偷偷在我心里告诉我自己，我说我不想让老师失望。从那天起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也想做梦，我也想有梦想，我想要成为一个职业舞者。5年之后，我到了纽约，我拿了2个行李箱。去到纽约，我功课不好嘛，那英文当然也不好了。大学1年级的时候就被当掉了，那我重修。所以到纽约的时候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，翻译机。翻译机基本上是我的生命，我必须带着它到每一个地方。前3个月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沟通，但是你知道，因为跳舞都是肢体语言，我进了教室，其实老师只要示范我都会做，那我也可以就是跟着同学。但是我必须说，当你在失去某种能力的时候，类似失去沟通能力的时候，或是语言能力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和你的耳朵都会打开，而且会张得很大，你会非常专注的学习，透过你的视觉，透过你的听觉，虽然你听不懂，你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是在纽约对我来讲有一个很温暖的事情，就是每天的早餐车。早餐车是如果有朋友去过纽约，它还在，就是你知道 bagel， 然后咖啡，然后这是一件很幸福的早餐，而且当时只要1块钱。可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沟通，没有办法说话，我永远到那里的时候，我永远都是 this，
我就一直这样子，一直这样子。可是，在那里让我很开心的是，每一天我要离开的时候，那个人都会告诉我说 "Have a nice day"， 然后我就会觉得，终于有人跟我说话了。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有在跟世界交流的感觉，可是我偷偷的跟自己我偷偷的告诉自己说，我说，可是我也想开口啊，所以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学，我知道我最喜欢吃的 bagel 叫 cinnamon raisin，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，有一天我一定要开口，我一定要开口告诉对方我要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就在家里不断的默背，我说 cinnamon raisin bagel， 然后我喜欢 cream cheese， with cream cheese and coffee please， 然后我就不断的默背 cinnamon raisin bagel cinnamon raisin bagel， 我在家里背好了，早上到了路上，远远的就快到了，我一直往前走 cinnamon raisin bagel cream cheese， 我的心脏就要跳出来了，走已经到了，然后我深呼吸。我很沮丧，当然很沮丧。我去上完课之后，我觉得为什么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开口？可是我没有放弃，我继续回家继续背。不过这么一段句子，然后后来在隔天我再来一次，一样很遥远的路上，我已经心跳已经跳到一个不行了。后来我看着那个贩卖 bagel 的人，我跟他说 cinnamon raisin bagel with cream cheese and coffee please。我讲完之后，我整个自己眼泪都要掉下来 ，yes 。我为什么要说 yes？ 对我来讲，这不是什么伟大的成就，但是那是在我心目中小小的成就。然后那是我的自我完成，那是我小小的勇敢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真的学习不怕这件事情。我觉得那个怕是怕什么？怕丢脸，怕错。那不错你怎么学？丢了脸，你永远一辈子都会记住。那我又觉得，到底丢谁的脸？最丢脸的是，当你不学、你不愿意面对的时候，那才叫丢脸。所以从那天开始，那是我的第一个勇敢。我再也不怕 audition， 我再也不怕失败，我再也不怕被刷掉。之后我到了玛莎葛兰姆舞团，然后我从一个非常小的实习团员，然后再到一个新舞者，然后再到群舞者，再到 soloist， 再到 principal dancer。在纽约有很多的评论，然后很多人都非常期待上报，但是有很大的压力，因为不见得每张报纸都是说你的好话，也有非常严厉的批评。那我的家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，但是在那之前，我的父母亲其实非常怎么说反对呢？他们其实不是这么希望我可以继续跳舞，因为我的爸爸从小白手起家很辛苦，所以他希望我们家每个小孩都是当老师，可以坐在办公室吹冷气。可是他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要选择一个这么辛苦然后流汗的工作。一直到有一天我上了《纽约时报》，然后这张报纸下面被剪掉了，它是整个《纽约时报》的旁边整一大版。我带了这张报纸回家，我跟我爸爸说：“爸，你看我上《纽约时报》哎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哦。”然后他的朋友说：“哎，什么哦？纽约时报很厉害哎，不是大家不是有钱就可以买的，他没有任何的背景，他没有任何的势力，他一定是很辛苦靠自己才可以上纽约时报的。真的，我当时后来换来的一句是我爸爸说：好啦，随便你，你如果要跳舞你就继续跳舞吧。所以从此以后他就说好，放心去跳舞。可是上报代表什么？说实话，我不是不在乎上报，但是我更在乎上场。这是在有一次在纽约季的时候，然后纽约季是所有的舞者、所有的表演者非常重视的一个季节，非常重视的一个时间点。那当时我也已经上报了，然后也得到很多很好的评论了，然后已经你知道舞团里面就是有非常多不同的 cast， 然后 casting，假设那次我记得是那一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舞码，连续6场演出，结果当我看到名单公布的时候，就像学校考试放榜一样，我就有2场。
当时难过到一个不行，难过到一个不行。然后我冲到我们排练在8楼，我冲到楼下打公共电话给我的老师 Ross Parks， 我说老师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们不是都说我最好吗？我不是里面最好的吗？而且你们都开玩笑说我是明星，为什么？如果我是最好，为什么不是上台最多的那个人？我没有办法理解，也没有办法接受。老师说这就叫现实。老师说的现实，其实就是说这是真实的人生，没有一个答案可以让所有的人满足，没有一个答案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开心。所以我还是回家了。回家之后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理解，我心里有很多的不甘心，我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我有很多的怨恨，然后我有很多的愤怒，很多的委屈，很多的觉得不公平，为什么？然后哭完的那天晚上，隔天一大早起床，我的第一件事是背着背包，然后到教室去。我到教室去，为什么我选择到教室去？为什么隔了一天晚上我的头脑不一样？其实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，我觉得当我自己认为我处在一个弱势的时候，我没有权利抱怨，我没有权利哭泣。别人可以选择不给我机会。但是我不可以选择放弃机会，我不想放弃，哪怕那2次，就那2场表演，我要所有到现场看到许芳宜表演的人，我因为看到许芳宜的演出而感到骄傲。所以我已经没有比别人更多的场次了，我要在这2场做到我的最好。那如何做到我的最好？累积我自己，是我做到最好唯一的方式。然后累积我的能量是我最大的武器，我没有其他了。我要什么？站在舞台上，没有人可以帮我跳舞，这已经不是权力，不是背景，不是任何一切可以帮助的。我唯一可以帮助我的人就是我自己。我选择不要放弃，我选择要那2场演出，我选择哪怕只有2场演出，我都要尽情的享受。那是我的演出，我要让你因为看到我在台上而感到骄傲。之后，我过了那关之后，我觉得对我来讲，选择放弃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而且相反的，选择放弃对我而言是一件需要学习的事情。因为我觉得，当你选择放弃的时候，好像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，说：“那当时呢？当时你的信念呢？当时你下的决心呢？”放弃真的不是这么容易，但是我花了19年，我19岁的那一年，知道我的人生的第一个梦想，想要当职业舞者。我花了19年，确定我真的要继续跳舞。这是一张我自己从来不敢梦想，有一个就是杂志上面，我可以看到我自己的名字在，就是这本杂志特别的专辑报道。之后一直回到台湾，林英婷姐帮我就是我口述，然后帮我出了一本书《不怕我和世界不一样》。我对这本书的书名我非常非常喜欢，可是我不断的一直在问自己：不怕？我真的不怕吗？其实我很怕，走到哪里我其实都很怕。我刚刚在后台也很怕，我在纽约。我要上飞机，要过海关，我也很怕 ；audition 我也很怕，要开口讲 cinema rhythm bagel 的时候，我也很怕。可是我有一件事情还蛮强的是，我会学习假装勇敢。然后在假装勇敢的过程里面，我试着学习勇敢。那我觉得很难得，有一点点的勇气就可以鼓励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然后那不一样，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有很多不一样，因为我没有跟很多人一样很聪明，然后也有很多外在的不一样，因为我长得不一样。很多人都有巴掌脸，可是我有巴掌额。然后，以前我对自己的长相有很大的挫折感，因为我的朋友说你真的长得很奇怪，所以我看到你的人应该很难得会忘记你，因为你长得很像 E.T. 然后
可是后来我对于这些我都没有觉得很难过，是因为我觉得那是很好的磨练。之后很棒的是，很多观众会跑来跟我说：“许芳宜，你知道吗？我只要看到你在台上，你知道你会发光吗？你真的会发光。”后来我就觉得，因为我额头很亮，所以从此以后我就非常喜欢我的额头。你看，很多的不一样，很多的脑袋想法不一样，很多的做事方式不一样。我用很多方式完成我自己的梦想，是在别人眼中很愚蠢的方式，但是那是我会的方式。我觉得很大的差别，就是很多人在做梦，然后可是多数人在想梦，但是很少真的用自己的行动力去完成梦想，用做梦把做梦做这个字变成一个动词去做梦。那我觉得我最大的幸运是，也许是指从小的家庭教育吧。我们家小孩长得不漂亮，也没有什么特色，但是每个都很脚踏实地。我喜欢这个名字，不怕我和世界不一样。我的名字叫许芳宜 ，Dare to be different. My name is Fang-Yi Sheu。谢谢。you